坦白界限大对决，到底恋爱时该不该坦诚过往？坦白并不是都会有好结果，不坦白才会出大事，一定要瞒到底，纸包不住火，漏风之后一定更尴尬。这件事该说不该说？那段时间，他的好兄弟有来关心我们，甚至有点暧昧，该跟他承认这件事吗？看是他要选择他兄弟，还是选择跟我继续在一起？这太小事了吧？那我当初问你的时候，你干嘛不老实跟我讲？兄弟慎选啊！这件事情不能讲，恋情1秒就完蛋。啊，你1个月是赚多少？你每次都这样跟人家 AA， 我就大概说大概几位数这样。讲完之后，隔天他就人间蒸发。你会告诉他你收入比他多吗？如果他这样退缩的话，你也可以趁机过滤掉这个人。我也都会老实说，因为毕竟他问了嘛。有问有答。对啊，每一个人的工作跟收入是自己本身的隐私。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好。那你在看什么呢？就是我手机刚刚跳出一个回顾，是我以前有扮演兔女郎参加变装趴的照片啊！哎呦，我就在想说，这种照片我要不要跟我老公讲啊？都老夫老妻，有什么不能讲的？因为我老公他一直以为我大学是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的气质女文青。哦，这误会大了，这个。要是他知道我以前是戴着兔耳朵，还把棉花球贴在屁股摇来摇去，摇呼啦圈，哎呦，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哎。说多了怕被误会，说少了又怕被发现。今天呢，我们就聊聊坦白越多，究竟是感情会越深，还是只是挖洞给自己跳？哎呦，马上欢迎今天在情场上见过大风大浪的老船长们，好不好？船长，一起介绍我这一边，张立东、刘露纯，欢迎两位。再来介绍我这边的苏子成壮壮，还有智商律师海苔熊。好，欢迎海苔兄又来啦！欢迎知名人气主播洪黎安，人气女网红 Kimi， 人气三宝爸长工老爸。哎呦，好，你好。好，我们今天呢，根据了热门网络平台 Dcard 的调查统计啊，有超过70%的人表示，在交往的初期曾经犹豫，该不该完全跟另一半坦白过往。其中有45%的人表示，怎么样？他跟另一半坦白之后，反而造成2个人的感情波动，你看，甚至因此闹分手。哎呦，但是不坦白，是不是等于在感情中隐藏了一颗未爆弹呢？很好。感情里到底究竟应不应该把过去说清楚？分享这些事情到底是诚实，还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今天我们就来说清楚、讲明白。来，这些老船长呢，有男的有女的，对吧？立东应该昨天才又分手一个吧？没有啊，快了吧？太快啊！上船又下船。你是观光客啊！来，准备女王大调查。这些人生黑历史，你会不会跟另一半说呢？来哦，准备哦。来了，说真的哦，你们要说真的哦。第一题，与男友交往快1年，我们正处于热恋期哦。有一天，他约我见他的家人，我突然发现他哥哥竟然是我多年前曾经在交友软体上认识，而且有过一夜情的对象。我该跟男友坦白这件事吗？第一题这样太霹雳了吧？好霹雳你们是不是一些日本的一些影片看太多？我觉得男生应该说他该不该跟我坦白，好不好？他没有这样不要换成你是那个女的，同一个问题啦。他该不该跟我坦白？因为我们男生立场嘛，对不对？你知道这种事好吗？来，准备，请举牌。男女艺人两边各有1圈1叉哦。我觉得该说是第一个，我觉得纸包不住火。以后说他哥哥可能口风也不紧，是不是？就是以后一定会遇到什么状况，不小心漏风了。那漏风之后一定更尴尬。那既然在一起才刚1年而已，热恋的状况，不如先把事情交代清楚。可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正眼对他哥哥了耶。对，然后交代清楚之后，就让兄弟自己去解决。我们明明是亲兄弟，这一刻我们变表兄弟。哦天哪！是我的话啦，我会就是交代清楚嘛。你男生的角度来想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
知道了，铁定分手了，对啊一定就是结束了。这个对啊，跟哥哥亲兄弟变表兄弟，对，如果是没办法接受对吧朋友的话，可能或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如果是也不行啦家人的话，不行哎，新加坡为什么可以说张立东？啊，这种事情呢，发生过那个哥哥呢，如果是哥哥，他一定会在某个 moment 突然给你来这一招，然后你就突然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不如是女生先讲比较好，因为男生一定会炫耀的。哥哥这么配合，没有，哥哥可能在某一个喝酒的 moment 突然跟你讲这件事情，你受得了吗？但我懂，就是纸包不住火嘛，一定有个 moment 会啪康。那个你的想法跟庄庄一样吗？类似啦，那我也觉得说，那重点是如果讲出来之后呢，你刚好也可以测试说你对他喜欢的程度，可不可以承受这一切？你敢说一点阴影都没有？很多人跟自己的家人感情也不是太好，他也不会每天住在一起。哦，也许跟哥哥感情蛮差的。对啊，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么多，我哥哥可能像反陌生而要人一样讲出来，然后你先承受，你看你们的感情可不可以撑过这一段？如果不能撑过这一段，你不能接受，那分手啊。对，不要拖时间啊。我觉得不能说，因为呢，毕竟在热恋期就在好好的谈恋爱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瞒到底，千然后万不能讲就留下现场你跟哥哥的一个心照因不宣。为也许我不会常跟他哥哥见面，或对，因为我未来相处人还是我这个男朋友啊，我也不会跟他哥哥太长的密集的碰在一起。不怕他有一天哥哥怎么能这样子有意无意暗示他说？我觉得这也太兄白目了吧弟应该对呀，不太会那么白目去讲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因为毕竟是家人，那如果而且后面一定会常见面，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便是像他讲，我可能会选择分手，是因为如果哪一天就是讲他哥哥要是忍不住想要说的话，或后面会发生很多问题。当下如果知道，对你觉得一定会有疙瘩，对不对？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疙瘩过不去，可能就真的要分开。有哦，把它要变成一个做好分开的就事情，是张立做好东说的分开的准备哦，。做好分手的准备。对，我想要补充一下，来，因为如果不讲的话，他们兄弟之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兄弟是一辈子，但是你跟他不一定会一辈子，对，所以不要让他们兄弟之间有疙瘩一辈子，就是不要讲。你真的很贴心哎。大爱的角度，如果因为只是跟哥哥有过一夜情，然后害坏了他们兄弟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真的做不到哎，我会选择分手。不讲然后也分手，然后他分得莫名其妙这样。对啊，不明不白。不讲而且分手，断崖式不。讲而且分手哦。要不然就试着把他哥哥弄哑，再无雅他，无雅他会打字吧？弄哑还还打断断他脚筋跟弄手筋哑手，打断，他没有办法表达任何把意思。手机跟脚筋挑掉。对，哥哥也没想到，我弟弟带了女朋友回来以后，我只是一夜情而已。这哥哥太倒霉了，这哥哥恐怖情人啊！一定要斩草除根的。我觉得刚刚子晨你现在属于那种你会把悲伤跟疙瘩留给自己，然对啊后不会留给别人。但你怎么知道他们感情好？他们说感情本来就不好啊，这一切都是你的脑补啊。其实我觉得壮壮讲的比较有道理，就是大家知道情侣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情绪传染嘛。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秘密，然后你坐在他旁边，他其实可以感觉到你好像有什么。真的，然后你的情绪会传到对方那里，他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有一些婚姻专家就做研究，就研究说，只要你觉得对方有事情瞒着你，那你们离婚几率就比较高。所以你的情绪在过程当中，你又不知不觉传给对方，你就怎么做我们就怪怪的，要上床就想起他哥哥的脸，然后这些东西全部跑出来之后，他一定迟早会觉得哪里很奇怪。与其最后再说，不如一开始就坦白。所以我其实觉得那个纸包不住火比较有道理。对啊，可是讲了之后杀伤力会超大的耶。在1年的时候就会是杀伤力的东西，那在10年的时候杀伤力就会更大。对，好可怕哦！这个事情万一意犹未尽的话，就尴尬了。我就是尴尬就在于你不讲，那我不要哪一天，他变要挟的理由了。哇，你看他就另外一个社会案件喽，对不对？所以你也希望对方不要跟你讲。这跟我讲的话，我那个不可能的。就跟我哥哥感情再不好，我那个疙瘩不可能不在，对啊，会有阴影哦。反而会更远。那么跟我哥哥而且就算说 OK，他们之后吵架一定会把这个拿出来。对，一定会。Oh my god！ 来，很不错啊，这有没有很提神？好，很洗脑，很洗脑。来第二题，第二题，几年前因为自信问题，我曾经动过私密处整形，
后来交了新男友，一次聊天过程中，男友说我最讨厌整过型的女生。他问我有整形过吗？我该不该跟他坦白呢？该不该坦白？不难理解了哈，因为他没有讲私密处整形是什么从怎么样整成一些什么怎么样。弄紧啊，或者什么美白啊，或是什么光滑之类的。我都有研究过了。生完第2胎之后，我就有在研究这些东西。好，来准备，请举办。该不该跟他坦白呢？可以了。8比2，不该说的是你们2个，这可以说吧，因为这个是让他自己变得更好。对啊，而且享受的是你啊。对啊，对啊，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啊。对啊，既得利益者是放在这里的吗？你们是渔翁嘛？也算得利啊，得利。反正而且这个你看啊，这个是这么私密的地方，别人也不会知道啊。对，对不对？别人知道，比如说那他就是变成上一题的哥哥喽。知道的也不会传下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OK 啦，男生应该是可以容忍，不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不能接受也会被迫接受，因为这是既定事实。既定事实。再来就是，就像小鹿太好用了，既得利益者嘛。对啊，我变漂亮，使用者是你啊。那我们彼此又开心又快乐，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有什么不好？哪里不好？因为我不确定那个男生他是不是觉得有得到利益，还是他觉得就是普通。就是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因为我无从得知嘛，所以我就先选差。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出来对彼此感情没有帮助的事情，我就不会讲。他并没有讲说2个人觉得妙不可言，没有。对，他没有说我们鱼水之欢真的就是很契合。对，你讲就好，不要一直动。因为我想要生动一点，用生动一点，说不定他只是可能除毛或者是修形状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也不会特地跟我老公说，我跟你说，我今天去打肉毒怎么样，你觉得没什么差啦？没什么差，没什么，让他觉得说我天生就这样。很像，这听起来有点道理。对啊，你们男生也看不出我们有变发型或者换发色啊，你们只看得出那个车的雨刷有换牌子，你们只看得出轮胎的轮圈而已。对。我们男的看成什么了？也不一样嘛。我觉得我刚刚是被苏晨那个讲到，我觉得是对，因为他有时候有些改变细微的话，我们就是看是不会发现，完全不晓得的，对不对？又不是每天坦诚相见。因为我觉得可以讲，是因为如果后面被发现再解释，感觉会更麻烦，那倒不如自己先讲。而且就像刚刚讲那个既得利益者，是我因为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又是使用者的话，那当然我觉得 OK。那你们男生如果去做增大术的话，你们会跟另一半说吗？这个好像又要看嘞。增大术他一定知道吧？是在比如说在我们认识之前，你就去做了增大术，然后你会自己讲说，我跟你讲，我有弄大哦。搞不好他会发现啊，那我会讲。好，那换过来，现在不是女的，哇，来男的了。男生如果去做增大术的话，要跟他说吗？好，男生如果做增大术，你觉得那你说你要跟你说吗？好不好？来，请举牌。背包重标什么意思？你脸包好了，你懂我吧？我不确定，你看，不是啊，他就大嘛，可以吗？对。那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跟你说，baby， 你好像有点太大了，因为老师跟他说，对我本来不是那么大的，太大了，那我再去调小一点。调整，可以维修哦，可能要开玩笑的方式。那我为什么举这？对啊，是不是不自觉就在想举差？说不出来啦，不想承认就想举差。没有，我说法跟你苏晨刚刚讲的一样。本来就浑然天成的，你傻傻的，老天爷赋予的，对啊，然后你看过这么多你看过很多人了，是不是啊？对不对？我本来就是这个，还转移焦点，还怀疑别人，好坏哦！本来就这个 size， 怎么了？对啊，如果我知道我另外一半有做增大术的话，可能每一次鱼水之欢，我都会想象，他有做增大术，他有做增大术，他有做增大术。你是既得利益者，我会觉得说，
我今天记得利益者都是因为他有去做增大术，增大术没什么会分问题，心，会分心，不能单纯的享受。对，没什么问题吧？怎么就我们三个我觉得身体的自主权是自己的，所以讲 OK 的？对，因为他如果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是 OK 的。雄壮威武是吧？雄赳赳气昂昂是吧？一飞冲天，支持的，支持。好，海带兄来做个结论好了。我是当事人，你有说过？对，许多钱，真的啊？没有，我不是去做增大术啊，我就是吃那个壮阳药。你对，然后我就吃了壮阳药之后呢，我就跟他坦白，但那个壮阳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了之后呢，没有太多效果。那为什么会发现呢？就是他发现，就是我好像吃了之后，好像常常需要跑厕所，功效利尿吗？对，它是一种中药，有排毒的功效。所以他说，我发现你没有变得比较厉害啊，你变得比较常跑厕所啊。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实在太常跑厕所了，所以我就是去买了卫生棉。啊？你会漏尿？为什么？就是他可能会不小心就会跑出来这样子，所以他陪我就是度过了一段想要壮阳，但是一直落晒的过程。哇，对，所以我觉得直接讲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反而感情变得更好。哇，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态度很坦白，所以这一切都变得比较轻松一点。不过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题的要点，这一题的最重要的要点是这个人苦主本身，他担心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违反了他男友心中的想象？他其实怕的是男友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怎么办？那如果你在关系当中你有任何这种担心价值观不一样，你没有提出来讨论的话，以后就绝对会变成隐形炸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讲出来。哦，来，我们下一题，最后一题，来。跟现任交往6年，期间曾经分手3个月。那段时间，他的好兄弟有来关心我们怎么了，但是关心到后面变成照3餐问候，甚至有点暧昧的氛围。有一次一起出去喝酒，我们都醉了，还接了吻。虽然隔天醒来之后没有后续发展，不过不久之后我跟男友也就和好了。男友问我，分手的这段期间有跟别的男生暧昧吗？我该跟他承认这件事吗？对，哦，这个蛮真实的哦。好，该不该承认这件事情？请举牌。太难了吧？连你都觉得难啊？1、2、3、4啊，5比5啊！哎呦，我觉得既然都交往6年了，然后中间分手嘛，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跟他坦白会是一个，看是他要选择他兄弟，还是选择跟我继续在一起。那什么都没讲，那个兄弟还是兄弟啊，我们还是我们呢。可是以后出去聚会的时候会看到他兄弟啊，那不就是一个酒后的一个刚好当时气氛太美好吗？那也算暧昧吧？也算暧昧。可是我们分手期间呢，I'm single。那问我分手期间有没有跟别人暧昧？有，我有，但是而且是跟你兄弟。对，要讲。你觉得要讲？我觉得要讲。你觉得要讲？小鹿，我就是想象，如果是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就我想象，我交往一个6年的女朋友，她在分手3个月的时候，中间跟她暧昧了一下，然后亲了一下，我好像可以耶，你很像可以。就是他老实的承认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是立冬你才可以吧？是我更不行吧？奇怪了吧？瘦吗？对，但我觉得就是疙瘩，就两方一定都会有疙瘩，就是他兄弟有跟他自己一定也会有，但如果不要这个疙瘩存在的话，就可以讲，然后取决于那个男生当事人接不接受这样子。我的看法蛮不一样的，我觉得是第一个在一起6年了。如果我跟他讲没有，他一定会觉得骗人。我们在一起6年了，才不相信你这之间没有。那没有之后呢，这2个就会开始猜忌就会查来查去。结果查来查去，查到后面，结果是兄弟，哇，那更伤。那倒不如先讲。那可以直接很坦白的说，就是我跟你兄弟有不小心，可是那都是当时的意乱情迷。可是我跟你还是很想要重修旧好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把事情一码归一码，但把它讲清楚。这件事情不能讲，恋情1秒就完蛋。啊，你1个月是赚多少？你每次都这样跟人家 AA， 我就大概几位数这样。讲完之后，隔天他就人间蒸发。你会告诉他你收入比他多吗？如果他这样退缩的话，你也可以趁机过滤掉这个人。我也都会老实说。
为毕竟他问了嘛。有问有答。对啊，每一个人的工作跟收入是自己本身的隐私。事情一码归一码，但把它讲清楚。这个没有亲兄弟那么对 heavy，对，没那么为难是吧没？有血缘的那种。赵立东，注意哦，他说不要讲的哦。好，我们听听看。你有经验吗？有经验吗？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然后你说一次可能有问候，然后呢中间有一次喝醉酒，然后一次亲吻，这太小事了吧？哦，那怎样才是大事呢？就是要有一段完整的关他系，发展了一段可能1个半月，哦，对啊，过从甚密，而且真的哇，有开心 happy。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小到根本不太值得去提这个东西。你反而可以说有没有跟人家暧昧？你说没有暧昧啊，可是很多人追我。OK， good。那他至少不会再去猜别人，就是问，然后至少。可有一天兄弟啊自己跟你讲了呢？那就是壮壮刚说的，就是当时意乱情迷，而且就那一次。对啊。然后我们也，而且我们超主动啊，我们隔天也很后悔，就好了。那我当初问你的时候，你干嘛不老实跟我讲？我，对不对？哎呦，所以搞了半天，口风景真的很重要。兄弟慎选啊，哥哥也慎选。哥怎么选？我觉得口风景比手头紧还重要。真的。我觉得不要讲，是因为一个是好兄弟，然后一个是交往6年的那个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讲的话，可能两边都刚好都没了。对，那倒不如就安静，看后续的发展，我们再来见机行事。你也觉得是一件小事吧？对，而且只接吻啊，又不是说发生肉体关系。对，没有，我是觉得说，因为你看我们交往6年来，然后我们才刚分手没多久，你立刻跟我的兄弟就接吻了。那我觉得如果讲的话，男生你会觉得说，那中间你们是不是背着我有做更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讲出来之后，我们才反而分手会有一，他能够无缝接轨，而且还是跟自己的好兄弟，我觉得会让男生更会去猜忌说，那这样子你之前呢？我觉得附加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你挺容易的嘛。原来你无缝接轨的能力这么强，我觉得会对一个人会衍生更多会对一个怀疑哦人感到怀疑。你不用为对方的怀疑负责啦，你只需要对你的身体负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曾经有就是亲过任何人？你们之前暧昧或相处的时候都觉得很不错，但一亲之后发现这个我不行，你们有这种经验过吗？有，算有嘛？亲觉得这个怪怪的嘛，对不对？那之前有讲过，喜欢你的人也会喜欢你兄弟嘛，喜欢你姐妹的人也会喜欢你，因为大家身上会共享同样一种生理上面的一种气味。研究发现是长这样，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讲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说，你可以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出去就我们分手那段时间，我有尝试过要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可是都发现没有你来得好。所以你就可以完美避掉那个接吻的问题啊！这个说法我完全听过，完全一模一样。真的，因为他要的，他算所有在问过去的人都是想知道现在跟以后，所以他问过去，你就要回答他现在跟以后。哦，这个好关键哦。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但这一题，今天题目不错。压力好大，问题怎么那么大？一下都流汗了。今天好，现在这么激烈，对啊。接下来的第2个环节就跟大家的实际的真的生活经验有关了。来，有些事一说就瓦塌啦。瓦塌了。我曾经坦白，却让感情拜拜。心里面一定觉得非常的磕巴，对不对？磕巴指数有多高？1到5分请举手来。磕巴指数10啊，3、5、3、4、5，哇，3的人还竟然有2位。Lady first， 来素晨。我之前跟一个暧昧对象，他是一间中小企业的老板。哇，就我们是暧昧，就是去吃饭、约会啊什么的，但是还没有进展到恋人关系。我们当然是彼此在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的阶段。那他很奇怪，他每一次出去，他都会要求说他要付钱。OK， 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 AA。他说怎么会有女生那么奇怪，一直要 AA？我说这样很好啊，不是吗？他说啊，你1个月是赚多少？你每次都这样跟人家 AA？我就大概说大概几位数这样，6位数、7位数这样。对，然后讲完之后，隔天他就人间蒸发。为什么？
我后来跟我朋友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说你是白痴吗？你怎么会直接就报价给人家知道？为什么报价太高了？收入呢？因为他觉得可能那个男生会觉得说他养不起自卑或是没有面子，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养我。哦，这很像，有可能。真的、男生的心态会觉得有压力吗？我后来就学到一件事情，我都会先问人家说，那你觉得是多少？哦，那你觉得多少？我觉得这好聪明哦，就是反问对方，就是那你觉得多少？你会告诉他你收入比他多吗？来，女生，1、2、3、4、5位，请举牌。女生。哦，素成已经讲成这样子，你还会说？还是会说哎。你为什么会说？因为那就是因为这个是我靠我自己的实力去赚来的钱。你是要炫耀还是？我没有要炫耀，因为我觉得我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就算如果比不上我的话，他可以就是一起跟我努力或是往前进。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这样退缩的话，你也可以趁机过滤掉这个人，表示他是毫无抗压力的，然后以及他是无法接受女生比他强的。那一个好的对另外一半应该是要跟你一起强。如果你收入每个月都在30万，他收入最多就是顶到天6万，你叫我怎么样努力到跟你一样呢？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关于男生的一个内核的问题，他就是对自己表示他自己很没有自信心啊，是不是？只能去做阴茎增大术了，把那6万块拿去赚比较多，壮不壮？我不会特别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工作跟收入是自己本身的隐私的问题，我不会去探听别人的。而且我们在一起，就算未来真的怎么样了，我也有我的独立账户啊。对，这本来就是我一直以来攒的钱呐，我只要说比你多一点就好了。是。然后我会觉得，即便2个人在一起，就是各自都要有能力，不是在一起之后谁就依附谁。合理，合理，非常重要。刚才分享到就是说了那个收入的问题。老爸你是3分对不对？对，我3分。来，你先来。我之前想说就是要坦白一点，然后刚好我前女友问过我之前的感情，然后就可能就问我说，我之前有送过她什么，然后带她去哪里，做过哪些事情，然后我也都会老实说。因为毕竟他问了嘛，有问有答，对啊，对，有问有答，没错。可是后来因为这样，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我就越解释，他就觉得我好像还保留更多事情没有讲，然后变成后面不是在聊过去，有点像在被审问的感觉。OK，所以我后来会觉得说，搞不好跟他讲太多，他也会想太多，然后后面会演变成吵架。所以之后我都会想说，这件事坦白这件事要讲之前，要先想过对方能不能接受。另一半的犀利提问真的不该太诚实。坦白并不是都会有好结果。在一起前期，然后他来我家，那个时候租的房子，他说问那你这张床有几个女生躺过啊？我觉得 OK 啊，分享应该是 OK。没有，他说你好恶。所以实话不重要，你有说进他心里的话才重要。坦白这件事要讲之前，要先想过对方能不能接受。对，搞不好他是属于会乱想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后面可能就要选择性的去回答。对啊，但那次就掰了，对不对？对，掰了。很久啊。谁问完笔录会想说，我们下次再做笔录是什么时候啊？我觉得这次互动好好玩呐，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不可能。来，小鹿先来。这个故事呢，就是跟那个老爸一样啊，就是学习到坦白并不是都会有好结果，因为我以往都会觉得说，2个人互相聊过去啊或什么，那是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专注现在跟未来 ，OK 没问题。但是慢慢的活到现在，发现诚实并不是那么一个是美德，但是并不是会对我们自己的状态那么的好。那个女朋友呢，那个在一起前期，然后她来我家，那个时候租的房子，她就说问那你这张床有几个女生躺过啊？但因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都已经有聊过，过去约会对象啊或什么的，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就是对于感情的态度可能比较开放一点 ，OK。我说就之前可能2、3个或3、4个吧，然后他说你好恶不是，就是因为我带回来，我也不是说一定就 do it 嘛，我也不是就是我开心嘛，我也不一定每次都开心啊。但是我就是有约会对象或者是之前的女朋友来过，一定要4躺床。就是我觉得对，躺下也是睡个午觉也是蛮合理的。睡个午觉，就是我觉得 OK 啊，分享应该是 OK。没想到标准不一样。我会觉得你小双标仔，我就觉得很难过。他就你好恶，我要不要来？我不要躺你这张床。但就是后来没有。他是真的生气的讲，还是他有点闹脾气？我觉得大概73，
闹脾气大概3，但7是真的。哇！但他后来还补一句说，你也可以不要这么诚实啊。他自己要问的耶。对，我说你自己要问的。他希望他就是你心中的唯一，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其实就这样说就好了，就是说，你就是第一个啊，这张床我昨天才要买的，就是我自己都还没躺热过，你就已经先来躺了。他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嘛，因为他后面也没有你说实话，你有发现吗？所以他只是要你那时候哄他而已，他怎么哈哈，他这样也爽，就怎么可能啊？他想知道他是唯一。他想知道他是重要的，对他只想知道这个而已，所以实话不重要，你有说进他心里的话才重要。对，我后来就发现事实没有那么重要。实话不重要，对着他说话，他心里的话才重要。哦，又金句了，真的不能对女生讲这些哈。你讲了什么？后来拜拜了。就是有一次我跟我那时候交往1年多的女朋友，我们去逛夜市，大家逛逛，后来就经过那个宠物店嘛，那边很有名嘛，通化街那边。然后呢，他看到一只猫，然后他就说很可爱，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养这只猫？然后我就突然就眉头就皱一下，我说不好吧，因为你看养宠物，你到后来对不对？他如果离开了，你会很难过，而且我就随口说出来，我就说。而且我跟我之前那个女朋友，我们就是有养过一个宠物，后来分手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好心的说，那一只猫去选哪一个人当它的主人，结果连猫也不选我嘛，我只能透过比如说偶尔他传照片，或者是传影片，我看那一只宠物好不好。然后呢，我也没有跟他联络啊，就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第一听完他就说，哦，所以你可以跟他养宠物，你不能跟我养宠物。就没了，然后呢，再来就说，那你们男生，然后再来第2个点哦，他就说，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要看那只猫的照片跟影片？对呀，你是不是想要跟它有联络？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要去看那个猫后空翻？你是不是想要自己带逗猫棒过去？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他就逼我说，除非现在当着我的面前封锁那个女生的联络方式哦，然后搞得那间宠物店。全部人都在看我们2个，然后很尴尬，大吵一架，后来就分手。那你觉得现在成熟的你啊，你会怎么说呢？养啊，就没事了，什么都来，对呀，养那么多干嘛？哪那么多生离死别就养。这只你特别喜欢吗？养。直接拒绝抵抗了。漂亮，聪明嘛，就是人生智慧啊，对不对？我的话其实是一个他坦诚之后，但是有好结局的一个过程。那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呢，她跟她男朋友交往一阵子之后就要结婚，然后算她未婚夫。结果呢，他们就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在结婚前突然就办了一个坦诚的那种游戏，然后就互相开始聊说，那你之前的一些风花雪月等等。然后我朋友呢就突然说，哦好，反正都要结婚了嘛，那感情也是蛮有稳定跟互信。他就说，哦其实呢，我在就是大学，然后到认识你中间可能有空白期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固定会放鞭炮的朋友哦，对，或是一起约泡汤的朋友，对，那我们就叫顾先生好了。然后呢，就开始聊。那当然他的未婚夫就想说，那他是什么样的 style 的人啊？然后是念什么学校啊？开始跟他聊一些 detail。结果越聊呢，她老公就突然就说，这个男生他是不是自己在创业？然后是不是叫叉叉叉？然后我朋友那时候还就是没有想太多，就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子？原来呢，因为她老公呢也是个创业家嘛，那他们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曾在上海创业，那因为没钱，所以呢他们就在当地就是问那些台湾人说，要不要一起分租一些房子套房啊？所以呢，那个顾先生就当时他在上海的分租的一个室友，然后当时呢。他们还就是因为创业，所以就同甘共苦过，所以还成为了好兄弟。只是之后那男生的创业成功，就到处飞，就比较少跟他来联络。后来我觉得她老公真的是还蛮强大的，就觉得说那都是之前的事情。更离奇的是呢，结婚现场那个顾先生还有来参加婚礼，然后全场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那个顾先生还不知道，还没恭喜啊。然后我觉得他也蛮上道，他也没有特别去讲说，其实我们之前是怎么样，他也都没有揭穿，就非常的完整的去办完这个婚礼。这太难了，对，但他们还是成了。可是我们其他的朋友都知道，都觉得也太精彩了吧，这场10分吧，这才5分，哇，1到5，这太强大了，这有点太强大了，太强大了，太强大了，这太强大了，5分圆满。对啊。过往历史不想说，这样真的可以吗？
她的男朋友抱着一个新生儿，而且是3年前的今天，孩子已经3岁了，已经3岁了，她就还理直气壮的说，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要说出来。这太强大了，这有点太强大了，太强大吗？好了，太强大，这太强大了10分圆满。对啊，这是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这么健康吗？这个我还有遇过一个很扯的，就是他们也是像这种好朋友、好兄弟的，然后就是后来的那一个，他就觉得就是跟对方房事不是很顺，所以他就去问他的前辈，然后2个要去咨询前任，咨询前人，然后前人就跟他指导说，我跟你讲这个姿势不行哦，这样，然后我当初是这样开立刻之后关系改善。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把他以前的稍微切割开来的话，那说不定你们这段关系反而会变更好，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战友。很强大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他必须性跟爱是分开来的。来你的是什么？分享的什么？拜拜了。之前呢，就大部分的人分享说要坦白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其实不坦白才会出大事。对，你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我朋友的事。那又讲别人，他都讲朋友。他们他不能讲自己，对。对啊，也是可以讲说做梦梦到的一件事情。我朋友她的男朋友，他们在一起大概1年多了。那有一次呢，在我朋友她在用她男朋友的电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脸书会有一个回顾的功能嘛？对。那时候就跳出了一则讯息，是她的男朋友抱着一个新生儿，然后上面的文案。那个贴文的内容，对，文字内容，他就写 Welcome to my world, my little angel， 然后配上他跟他抱着新生儿的照片。他有孩子了？对，他有孩子了，而且是3年前的今天，孩子已经3岁了，已经3岁了。我朋友他当场吓到，然后他就想说应该是亲戚的孩子，所以就问他说，那这个是谁的孩子啊？然后他就。一开始支支吾吾，然后了很久之后就说，那是他儿子，他就还理直气壮的说，你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聊到有关孩子的事，也没有聊到有关结婚的事啊，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要说出来。但我朋友等于是未婚生子，对，但我朋友不是不能接受小孩，而是他是不能接受他不坦白。这个事情你会说的举个手，一定要讲。我也会说，不要讲，都会说，其实都会说，该说，因为这个挺特别的。对啊。 10分的压轴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我就是小品文而已。你高估自己了是吧？我高估了，我只是自己气愤而已。对，就是曾经在一起有一阵子的一个商务人士，对，然后所以呢，商务人士他比较没有在使用社群软体，所以呢，我们是没有共同好友的，然后朋友圈也不一样。 然后刚开始互相认识的时候也没有加好友，所以就是很频繁的约出来见面啊，一起很开心的 hang out 这样子。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就正式开始约会。然后他就开始询问我说啊，他很喜欢我的个性啊，很活泼啊，这样等等的。穿衣风格什么时候他也觉得很喜欢这样子。我就说哦，穿衣风格哦，那如果有时候女生穿着比较火辣一点的话，你会介意吗？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干嘛的吗？ 因为他没有在玩社群，他没有在玩社群，所以我就会觉得啊，那我可能需要跟他解释一下。应该。对，然后他也不知道，原来我有拍过写真集，对，然后也没有看过我社群软体里面的照片，这样，所以他的想象可能是空白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哦，没有啊，就是可能女生穿比基尼的照片，然后奔跑在沙滩上，这样可以吗？然后他就说这样应该是可以啦。然后我就说，哦，那如果是 比较有一点点凹曲线，然后很开心喝牛奶这样子，还蛮健康的感觉。喝牛奶，你已经讲得很婉转了。喝牛奶为什么要凹曲线？对，我就是比较好消化嘛，对，肠道味道对，刚好进冰箱拿角度这样比较好嘛，这样子。对，这样还可以。我是那个男的，我就问你有脊椎侧弯吗？对，他就觉得说，哦，觉得
表示不是很能接受，他觉得太刻意的话，然后刻意裸露的这种照片，他觉得不太好。你就直说你拍过写真集不就得了吗？他想先试一下，他先试一下水温嘛，水温一下。我说完了，这个他就不能接受，这样怎么办啊？然后我就想说，心里想说好险，没关系，我们没有互相有 IG 这样子。可是呢，纸包不住火啊。结果后来他的好兄弟朋友圈们渐渐开始加我 IG 了，这样子，我又开始继续适应。但你知道我们啦啦队就是夏天很热嘛，就会工作也会穿比较少。他就说可以啊，很开心啊，很好啊，啦啦队的露2节阳光短裙哪有什么问题？没关系，你那些照片我知道啦，可以啦，我就放心好了，没问题，都太棒了。结果事情就发生在隔天。他兄弟就拿着我 IG 的照片给他看，说：“哇塞，你女朋友很辣很火辣就拿了我一张写真集的凹角度的喝牛奶的照片给他。哇，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女朋友可以耶。”结果他当天晚上就炸掉了，然后就开始跟我一起在晚上对峙，然后看着我的 IG， 叫我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有裸露的隐藏，为什么？对，都让他就是不要再让这些有裸露的照片出现。海巡署的吧？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任何的现实动态或 po 文的照片，他都要过审。他是小编哦，对，有点太严小编。如果我自己觉得很健康、很活泼，然后是啦啦队的，他觉得不 OK 哦。他会传讯息、打电话来说删掉，那张不好看。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他兄弟，因为如果他自己看到，他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因为兄弟就是说那种态度怎样，我有辣哦，被这样一讲，那男生就会开始觉得你知道竞争心吗？可是有些男生是会觉得很得意，对啊，很爽啊，对不对？你就会很得意，骄傲。看吧，你们只能看。大尺度照片该说吗？女神们各执一词。你拍过大尺度的，你会跟他坦白吗？我每个交往过的我都送他一本，赞啊！我们现在这样工作，我觉得我们也不会特别讲说，我几年几月做了什么事情啊。这样讲也对哦。你一个把我们打闷了。你就会很得意，骄傲啊！看吧，你们只能看。吃不到，看得到，吃不到。可是造成我们生活困扰啊！为什么你那个话会让我觉得应该配这个手势呢？看死你们！看瞎！我是觉得我的感觉，我如果是那位商务人士，我会觉得你一开始把自己弄得很可爱。天真浪漫，很像的不经世事的就是一个活泼热情现代女孩。你就告诉她，你的啦啦队现在整个台湾啦啦队的演变，我们有一些身材条件特别好，会被书商、发行商看到，会帮我们出写真集。你有看过我们的写真集吗？我就拿我一本写真集送给你，这是我的作品。你要用很像健康的心态说，这是我的作品，请你看，你懂我意思吗？比较不开心的是，我坦白之后。他因为别人而反悔，我觉得这是我不能接受。然后他后来的控制，我觉得有点多了。对，曾经如果你拍过大尺度，素晨也拍过啊，你拍过大尺度的3点就是3点不漏，或者是1点不漏，重点不漏，你会主动的，我拍过这个，可是这个人就像商务人士，好不好？你会希望他跟你坦白吗？或者你会跟他坦白吗？来，各位，请举牌。我们了啊！坦白。我每个交往过的我都送他一本，赞啊！那你应该送有16本了吧？差不多80。只有离恩。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东西，他一定会被看到的。对啊，如果他真的看到的话会，但如果他没有看到，我会觉得那就是过去我的工作。为什么还要特别去交代我工作上的事情去讲嘛？就跟我们现在这样工作，我觉得我们也不会特别讲说，我几年几月做了什么事情啊？你觉得你交代好像就凸显了这个工作的特殊性，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其实不好，那我还特别才去跟你讲要去消毒这样子。这样讲也对哦。你一个把我们打闷了。这都是个人选择，他没有标准答案啊。来，海苔兄，就是其实他就已经是把你当成他的一部分了，他就觉得说你是我的。所以你不可以被别人看，
那你如果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可能很多东西，就像你说，你的账号也被管，到时候你的身体，你各式各样的都去被管。我举 Q 的原因是因为我女朋友在当那个裸体模特儿。哦，做美术系那种。对，大家知道是现在的女朋友。对，大家知道那是很辛苦的吗？你要摆一个姿势，然后15分钟都不能动，然后全身都是没有穿衣服。然后他就有特别跟我解释说，你知道裸体模特是不能穿衣服，然后进去现场再脱衣服吗？是裸着进去的。他只能挂一个毯子，然后进去，然后1秒脱。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如果你进去再开始脱衣服，应该很清楚，就会产生那种情欲的那种仪式感。对，然后反而你是1秒脱，大家就会进入一个圣人模式。这是工作。对，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工作，一个很健康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哦，那你也就是在用你好像我去妇产科看内诊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哦。有意思哎，所以是心态的问题。对，美术系的今天大家同学全部都围坐了一个半圆，然后进来一个人就。应该也不会，你的眼神眼神要直直的，好像那个很清澈的水一样，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什么叫清澈的水？你的眼神要很直，然后就这样。纸娃娃，面无表情。你就是被下药。你不能有任何情绪。我刚刚怎么了？才不会有遐想。他就说不要有那个脱衣服的过程。不是，你刚刚眼神也有问题。你有迷蒙感。刻意了。可以了。我肤浅了。会想太多。我肤浅了啊。我们曾经都以为诚实是最佳的爱的起手式但没想到一坦白，对方就变成马上变福尔摩斯了。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想要被了解，被对方包容，但也想要明白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过去。对，当然你过去的那些不完美，它不是也成就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感情里最大的安全感，不是知道对方过去发生过什么，而是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最后的选择都是你。这样好安心哦。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刚才海苔兄讲的嘛。我知道你的过去只是为了要确保我们的现在跟未来，还看到我们的未来。对，对不对？所以祝福电视机前面的你，还有你，还有在座的所有来宾们，在现在跟未来的每一份感情，都能跟你那个心爱的他，一起在信任跟安定、理解中稳定的前进。好不好？女王大人，我们下次再见。See you， 拜拜，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桂格植物蛋白燕麦奶。